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Lucy， 专注分享实用的股票投资知识。今天是8月25号，市场复盘来了。Lucy 会从技术面和消息面带你一起拆解市场行情，看懂资金动向，把握市场节奏。如果你也想抓住下一波机会，记得点个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每一期干货视频你都不会错过。点赞关注，投资路上不迷路。我们马上开始喽。今天我们从两个方面来去分析一下纳指的一个走势行情，包括呢热点股票的分析。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纳指现在呢在周线呢是出现了一个高位的吊颈线，一会儿我们去看一下这个 K 线是什么样子，然后加上我们的一个散财童子，所以说呢本周的话，如果说股票呢再接近纳指的一个高点的附近呢，我们还是要降仓位的。那第二个方面呢是热点股票的分析，今天会给大家分析到 PLTR、AMD、FIG、BMNR 和 MSTR。 如果说大家觉得 Lucy 的分析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评论区留言888，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那纳指的话呢，在上个星期五呢出现了一根大阳线，现在这一根阳线呢其实是收复掉了上周前半周出现的一个回调的一个大部分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大家又觉得纳指在这个地方又行了。我们要看一下纳指它反弹的一个高度。首先呢，我们知道纳指在这一轮的从这一个结构9开始出现的一个调整之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高点呢会去到21,803.75这个位置，是出现了黄 K， 也就是说阶段性的一个高点。那低点呢其实也是在一个21,000点附近的一个区间震荡，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它的一个低点和高点的一个差别呢，就是800点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是在一个 K 线呢，在一个紫色飘带的一个上穿和下穿的一个过程中运行。所以说现在我们还把这个行情呢定义为多头行情，就是用我们的一个彩虹飘带来去分析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因为指数的一个点位呢是出现了回升，也就是说高点呢是来到了接近21,600点这个位置。那我们看到前方呢有给我们参考的一个阴线呢，就是这一根阴线它的一个开盘价呢是21,600点，所以说距离高点的话也就是200点的一个空间。那我们接下来呢，它参考的一个点位呢 Lucy 给大家画出来本周的话呢，我们要去看21,764.55这个位置。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一根黄 K 的它的一个高点实体。所以说在这个过程，我们知道它反弹的一个高度呢，其实空间现在呢也会变得小了一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这一根阳线的一个反弹呢，在周五出现的话，本周我们就要注意了。那它能否在这一个位置是出现了高点，还是说它能进一步突破，就是我们接下来本周要去看的一个行情。所以大家把这个点位记好21,764.55。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从日线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其实上一周形成了这种散财童子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见到高点的一个标志，见高的一个标志。当然呢，有粉丝朋友问 Lucy 说是不是看空？实际上在这个位置呢，如果说看空的话，我只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它的一个彩虹带的一个变字出现，那它有可能会从多方变成一个空方的一个趋势，那这才是我的一个标准。不然的话，在这个地方呢，我只看高位的一个震荡也就是说纳指在这个位置震荡的话，就会有很多股票呢出现拉升，或者说这个高点的一个资金流出，它会有一个高低切换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对这个行情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判断，现在还不能转为空这是对纳指的一个分析。那我们来看一下，从周线上来看的话，那周线呢，上个星期是出现了一个，我说这个是高位吊颈线呢，是指的这个9号 K 线。那大家也可以对照去看一下周线上一周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说这个位置叫高位吊颈线？实际上我们去参考了龙头引力的一个散财童子，也就是说从周线来看的话，它对应了一周的一个散财童子呢，就出现了一个信号。所以在这个位置呢，我可能会
认为它是一个高点。那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们本周的话呢，参考下边的这个影线的一个位置，那如果说接下来的一周它没有跌破9号 K 线的一个低点，那我们看一下呢，上周的一个低点呢，大概去掉20900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位置呢，9号 K 线的一个低点呢，大概是20900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大家呢要参考。如果说这个9号 K 线的一个低点都会被跌破的话，那我想调整呢就会来了，那空头的趋势呢也将开始。所以说本周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在靠近日线的一个高点啊，这个点位呢要去做一些减仓的一个动作。那这就是对纳指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PLTR 的日线走势图。那 PLTR 呢，在这一轮的话，它是提前出现了调整，也就是说从190开始，这个过程呢是连续了接近2周的一个调整。那我们在上一个星期啊，星期四我的一个直播呢，给大家去讲到啊，星期四的一个上午给大家讲到了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呢，在这里就应用的啊非常的得当，而且呢，我们的一个胜率呢又增添了一笔，也就是100%的一个胜率。所以说从这个上周啊周三的一个这个低点到星期五的一个高点，我会给大家画到一个点位，也就是说啊165这个价位是我在上一个星期的星期五的一个盘前的视频里又给大家去提到 PLTR， 我说那反弹的一个位置呢做一下参考就可以了。那它的参考位置呢就是画到了这个165的一个位置。那接下来呢可能会有这个小伙伴会问啊，说这个到165就结束了吗？其实上个星期五呢是达到了163的一个高点呢，就出现了一个回落。但是好的一点是我们知道，从抄底的那146开始到163的话，也有10%的一个空间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反弹的话，我们接下来要去参考的一个位置呢，就是这个画到2条白线的这个位置，就是 PLTR 的一个大阴线。那它的一个低点呢，现在是已经被站稳了。我们要去看高点，它的171.36这个位置，它能否再继续上行？等于说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大阴线战法的一个实际应用，那大家可以用起来。那好的一点是呢 ，PLTR 它在这个过程还是一个多方带的一个位置，它现在呢是出现了3条线的一个交叉，那出现了一个变字的话呢，就是非常接近了。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那比如说今天啊开盘之后呢，它反弹的一个高度会来到170左右的话，那就是我们的一个多方带的一个中轴。那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个多方带它能否出现变字。如果说它出现变字的话，它的一个反弹高点呢就有可能不会太高。那我们先去参考呢，就是171.386这个位置。所以说我们大家要在这个过程中要知道，我们在做这个多方带的一个低吸高抛的一个位置的话，我们是有一个参考的，就是先去看一下大阴线的一个顶的一个价格。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去参考这个中轴线的一个位置，大概呢在170左右这一个地方。所以说呢 PLTR 有一个我们要去看的一个共振点，就是这个位置，因为它在前一轮调整的时候呢是出现过3彩童子，所以说这个位置呢我们只看反弹。如果说它还能进一步的出现这个高点超过190，我们再说它去反转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要带着反弹的一个思路去做就可以了。那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呢，在这个过程中呢，还是给大家去展示一下，就非常的一个准确。我们的一个100%的一个战绩呢，现在还没有被打破，这就是 PLTR 的一个实战的一个应用。像这种有抄底套餐的一些股票呢，我会在我的一个财商频道的盘前广播里呢，会给大家写到。那如果说有粉丝朋友呢，还没有拿到这样的一个盘前广播的一个体验呢，这边 Lucy 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新加入的粉丝朋友们，你们有整整15天的一个盘前广播的体验期，因为盘前广播里面会写到我近期跟踪的一些股票机会和交易思路，还有股票的参考价格。如果说你想跟踪 Lucy 的这样的一个分析股票的独家资讯的话，赶紧去找我的助教老师领取。那我还有第2重福利给到大家，就是喜欢交易期权的粉丝朋友们， Lucy 为大家准备了期权的入门课程，在我的一个 YouTube 平台上的会员视频里，那还有一些这个实战交易分享呢，也会在这个频道里给大家展示。如果说你点击加入成为了超级露露粉，除开能看期权的一些这个理论知识之外呢，还可以去学习 Lucy 的期权交易实战技巧。那我还会给我们的铁粉朋友呢再多赠送30天的一个盘前广播。所以呢，交易期权是有技巧的。那领取的一个方式呢是戳下方置顶链接，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
发送口令呢，口令啊，本周是短线2个字，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大礼包领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AMD 的日线走势图。那 AMD 在这一轮的过程中呢，其实它走出了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走势，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呢，在这个箱体的一个下沿呢，我们看到这一条白色的虚线呢，是连接了整体的一个支撑和支撑的一个位置，所以说这一条白线呢是一个承压互换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线的一个价格呢是161.8这个位置。那我们周五的时候呢，这一根阳线呢就在这一个支撑的一个位置呢出现了一个反包，那也就是说现在呢是出现了一个箱体。我们可以把这个位置呢看成是一个箱体，那箱体的下沿呢就是161.8这个位置。那现在我们还是把 AMD 呢去看作反弹。也就是说，它现在在跟着这个纳指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情况呢，它也出现了反弹，但是它一个反弹的一个位置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弱。我们先来看一下，它星期五的时候高点呢是来到了这一个大阴线的一个底，也就是说它站稳了这个位置。但是呢，我们看到彩虹带现在是要出现这个变字了，等于说这个变字呢，要在接下来的一个行情当中的话，会很容易出现。那接下来我们参考的一个高抛或者说压力的一个位置呢，实际上与它前2次的一个高点的一个连线呢就比较接近了，它的一个压力位。但是这个压力位说它在180这个位置能不能到，我们也要去看后续的一个行情。如果说从这个位置我们要去看它的一个反弹的高度呢，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 AMD 的30分钟的一个走势图。我们来看一下 AMD 30分钟的话，其实它有在一天的一个 K 线当中，30分钟的话大概是会出现13根左右，13根半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其实它反弹的一个迹象呢，就在30分钟的一个图形里有出现。首先我们看到呢，30分钟上周的话是有一个抄底套餐的信号，就是白 K 加上我们的一个聚宝盆。那接下来呢，它由这个空方带转为多方带的一个地方呢，是出现了一个变字，进而呢是阳线出水阳给它的一个确定性的一个信号。现在我们看到了，它现在呢回踩到了我们的一个彩虹带的一个上边界，也就是大概167的一个位置，这个价格呢应该是167左右。所以说接下来我们看到，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个止跌信号的话，继续拉升，它将再进行向上的一个拉升。那向上的拉升呢，其实我们第一步，如果说你有我们的 AI 系统的话，你可以看到 Lucy 的一个这一组绿色的线在172左右，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从167呢涨到172的话，大概会有5块钱的一个空间。这个呢是一个短线的一个思维，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就是从这个日线来看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出现变字，也就是说它反弹的位置呢不一定太高，而且这个位置呢还有缺口。大家可以看一下175这个位置呢还有缺口，所以说 AMD 的话，如果说你进行了一个抄底，或者说你还没有去参与但是想参与的粉丝朋友，你在这个地方呢就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个高点。那我们刚刚看到啊，从30分钟呢看到它的一个压力位呢是在172，那我们说这个日线的一个缺口呢大概也是在172到175之间，所以说呢我们要知道30分钟这一个机构成本线给到我们的一个信号呢就比较明确了。所以现在的一个位置呢，大家要看好啊，就是167到172呢，算是一个这个短线的一个空间。那这是 AMD 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FIG 的日线走势图。这一只股票啊是这个新股，新上市的股票，而且呢它在这个上市的初期呢是出现了一轮猛拉升，2天之后啊，高点是在142块9毛2这个地方就出现了回落，而且呢在回落的过程大概是在80到90附近呢是有一系列的一个蓝 K 呢组成了一个箱体的一个震荡。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啊，大家可能会想到日线有蓝 K 的话，会有这个抄底套餐的一个存在。那我们接下来看呢，其实近期的一个回调呢，它回调的一个幅度就不是很大。那它的一个低点，这里可以看得清楚啊，是67块钱。所以说在67块钱这个位置呢，是出现了连续3天的一个反弹，而且这3天的一个 K 线呢，会给到一个组合，就是多方炮的一个组合，也就是说阳线一个十字星，然后再一个阳线的一个走势，多方炮的一个位置。那我们单看 K 线的话呢，我们不能确定说这个位置是低点，或者说告诉大家这个位置是个抄底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看到了它的一个日 K 线的一个对应的资金的一个流入的话，它就比较明显了。这个位置呢是有一个聚宝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你很喜欢这只新股，想要去参与的话，那 Lucy 的一个建议呢，接近这个底部的一个位置，你去参与就可以了。那它的一个价格呢，应该是不超过100块的。
然后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 MACD 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金叉，所以说呢，现在的一个阳线的一个位置呢，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波段的一个拐头的一个起点来去看。所以说它接下来的一个走势的话，我们要依照它前方的一些阴线来去做参考。那这一根 K 线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大家呢要对照自己的一个图形呢去看一下这一根 K 线的一个价格。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的一个信号呢，就是因为日 K 线呢是有这个聚宝盆的一个出现，加上它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没有下跌，而且呢出现了拐头。FIG 这只股票呢，因为是新股，还是建议大家呢用短线的一个思维来去操作，因为我们本周呢还是看这个纳指的震荡，短线的话会对我们的一个这个交易呢会比较友好。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位置可能说从67涨到这个地方的话还是有一些高那我们的一个买点在哪里？那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60分钟的一个 K 线走势图。那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个位置前方67这个地方呢，它是出现了一堆这个白 K， 包括我们的一个聚宝盆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呢，它出现了拉升，就是说你要是有我们的一个 AI 系统，那你会在这个67这个位置呢，会发现它的一个买点，包括它现在 MACD 呢是一个向上的一个动作。那接下来我们知道，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发现这只股票的话，那它的一个买点会在哪里？那大家请看一下这个60分钟的一个走势呢，现在它已经走出了一个结构9，也就是说在这个结构9结构9它有2种情况我来画一下，大概是在77这个位置会有一个这个9号 K 线的一个低点，我们在9号 K 线这个位置呢画一条横线的话，你会有一个参考。如果说它不跌破9号 K 线的话，那77就是它的一个买点，那相应的我们的一个彩虹带的一个上边界呢就会被拉升，所以呢现在这个买点呢，就我们等到一个止跌信号，一个阳线再去参与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它在这个9号 K 线这儿跌破了也没有关系，我们因为知道我们的多方带已经出现了，所以说多方带附近呢大概是在低于2块钱，也就是说75这个位置，那它应该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止跌信号。如果说我们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止跌组合的话，你还是可以去参与的。这个就是 FIG 的一个上车的一个点。当然呢，它是60分钟 K 线呢给到我们的一个信号，所以说我们最多呢也就是2到3天的一个空间那大家呢就不要把这个空间呢想象的太高这个呢就是 FIG 的一个机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BMNR 的一个日线走势图。那 BMNR 的话呢，我会在上周的一个视频里有跟大家去讲，但是呢，随着这个指数的一个下跌，其实呢出现回调也是很正常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之前给大家画的一个这个防守线呢，是这一根阳线的一个收盘价。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上一周的话，它并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跌幅，也就是说，在它的一个1/2的一个位置呢，就出现了一个止跌，而且呢出现一个小小的一个蓝 K， 也就是5号 K 线。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它的一个回调的一个位置呢，是在中轴线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随着周五的一个利好消息的一个发放呢，它出现了止跌信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等的 BMNR 上周 Lucy 有跟大家说要等的一个止跌信号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在这个过程，我们别看这个 K 线比较小，其实这一天的话，6号 K 线也就是上周五，大概有12%的一个涨幅。比较喜欢 BMNR 的朋友呢，你做短线的话，其实日内就会给到一些机会。那在这个过程我也一直在提示，就是因为它的一个筹码峰呢是一直是白色的，也就是说在这里去交易的一个资金呢，它停留不会超过5天。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用短线的一个思维来去做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高点的话呢，我们现在看反弹，也就是说高点我们先要去看这一条黄色线，那它对应的价格呢就是66.7毛2这个位置。所以说它的一个 K 线呢，我们要知道它的一个 K 线变化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 K 线的话，其实它会有8到10个点的一个空间。那这一根 K 线就比较大了，你从66到120，所以这个 K 线给后面的一个参考呢，带来了一些这个看盘的一个压力所以大家要知道，其实 BMNR 它的一个这个活跃度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这一根 K 线，也就是说这一个阳线，它的一个开盘价和收盘价呢，是会给到我们一些参考的一个区间，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是有机构资金聚宝盆的一个流入，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个 K 线呢没有被跌破之后呢，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反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依照这一个位置的话去看它的一个多方带的一个展现。如果说股价在这个地方能这样迅速的一个起来，或者说拉升的一个幅度比较大，或者说拉升的一个这个角度呢比较好的话，
上方的一个压力位啊，共振点就是这个66块7毛2，所以大家呢要看准了它的一个走势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60分钟，60分钟的话，其实好的一点是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来仔细剖析一下它的一个这个空方带是在一轮下跌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这一段啊，这一段的一个回调，然后呢，它会在一组我们这一组粉色和绿色的一个机构成本线，这是我近期用的比较多的机构成本线来去看。那其实这个空方带的一个尽头呢，就与这个机构成本线呢有一些这个粘合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它们会在一个地方交汇粘合，再进而出现发散。那如果说机构成本线给到了一个60分钟的一个周期的一个支撑的话，它在这个地方弹起来，它就会出现阳线，也就是说这一组 K 线呢就是它反弹的一个阳线。那这里呢，它现在出现了阳线之后呢，我们知道它在空方带变成多方带的一个过程呢，这里有一个回踩的一个动作。所以说今天的话60分钟 K 线如果说给到了我们的一个止跌信号的话， BMNR 呢还有一个日内去参与的一个机会，它的一个价格呢大概55的一个附近，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去做一些这个低吸的。当然呢还是一样的，我们在做短线的时候，大家要看到仓位就不能太重，因为我们现在呢那只是在做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只做短线。这个呢是 BMNR 的一个分析。那我们如果说你还想用 call option 去做的话，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要知道它的一个这个涨幅呢，要去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60分钟。也就是说，我们选到期日的话，本周是可以选2周到期的啊，但不是说我一定要拿2周。如果说你有盈利的话，你是要出来的啊，盈利要落袋的。这个就是我们通过 BMNR 的一个变化呢来去看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MSTR 的话呢，它这一轮的一个回调幅度啊，我们在上个星期五的一个视频呢，有去给大家去讲它的一个节奏，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就赌到了8号 K 线，也就是说啊，周五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而且呢 MSTR 这个反弹的力度还是不小的。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星期五看了 Lucy 的视频的话，那你在这个地方就知道了，其实它8号 K 线呢是顺利的出现了，但是它9号 K 线的话，想要出现的话，要知道它不能超过这一个4号 K 线的一个收盘价，也就是365左右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 MSTR 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高度呢，它有被这个8号 K 线这个周五的这根 K 线呢吃掉大部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你参与了，那你可能这个仓位比较轻，因为我当时建议大家呢说这个位置出聚宝盆的时候有资金流入呢再去参与。如果说你的一个参与的一个方式仓位比较少的话，那你在这个地方呢可能会没有一些好的一个体验。所以说它如果说想出现结构9的话，周一啊它就不会超过啊365这个位置。所以说大家要知道啊，它现在呢是要等9号 K 线的一个出现。如果说你是按照波段来去操作的话呢，它这一个位置呢，其实它共振的一个压力位啊，也会在4号 K 线这个位置。大家看到这一组粉色的一个机构成本线了吗？如果说股价在这一个位置的话去反弹的话，其实这一组粉色的线就是它的一个压力。那我们知道它头顶上还有这个空方带的一个走势，所以呢空方带的一个边界包括它的一个中轴就是离这一个粉色线比较近，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共振的一个压力。所以 MSTR 的话，如果说你手里有，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就要去做一个减仓的一个动作了。看一下60分钟，那60分钟的话呢也出现了上周的一个这个聚宝盆，那我们就不在这儿去赘述了。那这一天就是它的一个买点。那接下来它现在呢是出现了一个反弹的动作，但是呢它还没有到压力位，所以说我们在60分钟去找共振的话，这一组粉色的线，也就是说刚刚我讲的375这个位置，包括呢下一个目标就是390这个地方是2档啊它的一个压力位。结合到日 K 线的话，那我们大家就应该参考了 MSTR 它反弹的一个高度。如果说这个位置呢就是370到380，那我们看到370到380的话，应该是这一组粉色线的一个区间。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大家要知道，如果说你手里边有 MSTR 的话，你的一个减仓的一个位置呢，就要去参考一下这样的一个机构成本线了。那如果说咱们的粉丝朋友不是财生朋友啊，你没有这个机构成本线的话，那你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一个高点，像370、380这个位置就会出现一些压力。
啊，这个就是 MSTR 的一个分析。当然呢，有粉丝朋友可能会问，你这个位置出聚宝盆，你说它能抄底，但是呢又说在这个地方有压力让卖出。其实这一个过程呢，就是一个短线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要看清楚啊，它的一个这个买点的一个标准和卖点的一个标准呢是什么样子。那这个呢就是对 MSTR 的一个分析。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